啊，算了，不能自己给自己点花。潘老师尝试了一波自己给自己点花，失败，尴尬失败。那咱们抓紧时间，潘老师就继续再画一下，好吧？这个因为1个来小时不到的时间，画也没画出个什么东西来，1个小时差不多。那我就继续再画一下吧，能看到吧？没有什么问题吧？也能听到。然后正好这个我在养嗓子，今天嗓子真的有点不舒服啊，可能是前2天咳嗽的关系啊，养嗓子。你们要不要？哎，能不能听见啊？能听见扣个1，同学们。啊，OK，好。你们在欢乐着呢，我以为你们听不到。可以，我觉得大家觉得要不要小小放着一点音乐？这样的话不会显得太闷啊，你们也不会睡着。吃完饭很容易睡着嘛。好，放。那就咱们就放一点音乐好吧。音量可以吗？我听不到任何音乐。真的有吗？嗯，有的。这样呢？我是听不到，不知道其他同学能不能听到。母德。哦。太小了。怎么样？你们觉得太大了还是大？这很大声吗？还是有一点大，再小一点吧。因为是才下的 QQ 音乐，就没有很熟这个。现在呢？我觉得还行，你们呢？歌已经放完了，潘达。这首现在好多了。好的。那个这堂课是讲作业，同学们，但是潘老师嗓子今天有点不舒服，然后再加上上一堂课这个泛画画的比较草，然后我们就继续再画一下这个泛画好吗？然后这样的话我可以歇嗓，然后大家也看看泛画我们画个把小时1个多小时再开始讲作业，行不行？你们觉得可以吗？好的，好的，谢谢。这个，谢谢大家理解，因为也真的是，可能上周那个有点过敏，就
老咳嗽，然后嗓子昨天你们也听到咳嗽，就有点不舒服，昨天晚上就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稍微歇着点讲，这样的话我也能接受，我不会说一下子用坏了不太好。细思极恐，没有，我就是单纯的嗓子不舒服。我们下周已经在家工作了，已经。龙角散，我待会儿问问老婆还有没有龙角散。来个叶子。有水得个。啊。不能特别下，我带就飘了，那是。我能往上。啊，行。要给龙角散那个不？好，我人肚子有点疼。但是我也好会，你别加了没？你别加也比较好。我天哪！哇，这是什么？哇，这个味道！好的，特别好。铁啊！西瓜刷牙。Oh my god！ 会不会干的啊？在同学们在听着呢。笑死！你们师嫂被暴露自己的声音，现在苦恼不已。你们师嫂休跑了。师傅的师嫂不对啊，我叫乱了，叫岔了啊，叫师母，不对也不对，我去，感觉占你们便宜呢。哇，刚才我老婆给我拿的那个什么鬼？是个什么西瓜霜之类的东西，但是哇，这个味道简直难以言表。一种师娘。哎，同学们，潘老师真的太久没在，就是出国的时间太久了，中文真的有点，说实话有点下饭。最后别传出去，就是
一聊到潘大课怎么样上的啊？潘大课上的讲的知识点还行，就是潘大这个不太会说话，语文不太好，尴尬，然后经常不会写字儿。然后那个同学就会说，就是小学文化水平呗。然后就说感觉差不多，尴尬，极度尴尬。哦，咋的啦，宝宝？英语教的不错，是。我就怕有些同学他不愿学英语，然后老听这种烦。但是后来想了一下，我这个讲的比例，教英语比例也不算高啊，所以无所谓，应该不至于啊，不至于。Weekend， 这首歌我也挺喜欢的，觉得有种异域风情，说实话。那自己的都行。学一点英语其实有时候还是挺有用的，比如说你们接个外包啥的，就能听得懂。就是那个韩国说唱版的那个 Rise 有歌。老师现在已经在整个顶层建了一个图层，开始画了，就是这个图层就是一个新的图层，开始平修画面。这个每个人的方式不太一样哈，就是你们怎么去管理自己的图层。这个因为做泛画，我就
也没想太多，我可以到时候教你们一套比较好的规范自己图层的方式，或者说是我一般做图在工作图的时候，以前觉得效率比较高的一些方式。每个人画画因人而异，像我的话，比较喜欢前期把图层分的比较细一些，然后这样可以就像我之前也说过的，每个阶段解决每个阶段不同的问题。你需要解决光的时候就颜色简单或者那个线性简单，如果要解决 AO 的话就正片叠底啊，就是还有什么？然后上颜色的话又是有上颜色的那一套，叠加颜色简单和绿色颜色各种各样的。然后到一定阶段，我喜欢再合并图层，就是不要太早，不是，就是到一定阶段，我还是喜欢合并图层，就是不会一直分着图层画。原因我觉得也很明显，就是有的时候你光那样画的话，就是图层分得太明显，一直跟着图层画，局限很大。你最后要比如说改东西，你还要回到那个图层，会很麻烦。你不想说一直都得要考虑图层，你修个形状啊，比如说现在我想修一下，试想我要修一下这个头发，我想往里修，那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找到这个图层啊，然后把它往里，对不对？就还得找哪个是头发图层，然后画了这么多，然后图层也比较乱，然后这个又是最底的那个mask 就是蒙版，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局限你的速度，局限你的绘画的 flow， 我们讲 flow 就是你的流畅性。这种情况遇到怎么办呢？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合并一下图层，最后再把图抠出来。特别是你画长期，像长期作业 splash 这种，中期你其实把图合并一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看我这图层就用错了，无关紧要。这两天家里人，我老婆和我妈在看那个一个电视剧，那个卖房的孙俪演的那个叫什么，你们知道吗？没有人看那个。安家，对，安家，我也跟着看了一下，还挺好看的。就是觉得怎么孙俪的扮相在这个剧里面有点不好看。是不是啊？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情况？孙俪扮相一般。
跟上。面膜现在不能画吗？那个画还好吧，好不好？要把它单独就。不需要那个。需要关那个，听见。才能死。不能画，你一个人可以站得了。每天不能说不会好，行。我就是画都可能接触不全。好，没事。你爸爸慢刮就行了吧？儿子拉粑粑了，可能那个一会儿你们会听到他哭的声音。给他换裤子，换尿片。有气味的直播间。哟，宝宝，笑嘻嘻的，哪里像要哭的样子？过来，我看看。哦，拜拜，宝宝拜拜。宝宝是个蓝宝宝，小男孩。是啊，有了孩子他太小了，最好还是对他温柔一点，对不对？对孩子温柔一点。看了一些关于孩子的教育的问题的书，其实很多问题小孩就是小时候如果不有些地方没有照顾太好的话，它容易产生它产生的问题可能会影响一辈子，就是心理上的东西。不是说就是很严重的吧，但是多多少少会有影响，就是自信程度，还有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我爹脾气不是很好，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也有点暴躁，就是也不说暴躁吧，就是耐心稍微差一点，但是比我爸来说好很多。然后那个是可能我20多岁的时候，然后我就不太喜欢，我就觉得还是要耐心一点，然后就是很多年的时间慢慢的就调整啊。其实现在很不愿发火，然后就算很气了，估计也就是那一下有点气，事后也就能好好说的还是好好说。变了很多，反正改变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像小孩他们的处理事情的问题，就是处理极端问题的能力或者说是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或者耐心用光了呀什么的，
这种情况他们有没有耐心，其实真的很多情况下是跟父母学的。那如果你能作为一个尽量在很多程度上做一个温文尔雅的人，那你的孩子其实也就以后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他也不会想到第一时间就是用，比如说用大声啊、提高音量啊这种方式去处理，对不对？他这个东西都是有，做爹妈的就是榜样嘛，你怎么去教他都不如你自己做的。像我们现在跟他说话都是声音都比较小，然后基本也不会说在孩子面前大声嚷嚷，然后有时候我和他妈拌个嘴啥的，也要尽量当着宝宝的面就和好，然后跟对方道歉啊什么的。那这样的话，他也会比较觉得是一个比较温暖的家庭吧。这个每个人其实都有，我觉得再牛的人、再强的人，应该也都会有自己就是比较痛苦的时候，也会有自己不想解决的这种，或者没有耐心的这种时候。每个人都有这种时候，对不对？就是看你怎么去度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你能知道自己的，还是那样嘛，就是能知道自己的弱点，或者说是自己哪里没做好。然后性格不是说最难改嘛，性格真的很难改，但是可以改。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真的变得特别多，慢慢的就会潜移默化的。如果你总是想朝一个方向去，你就终究会往那个方向去。终究慢慢的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然后知道怎么去跟自己的缺点作伴，然后慢慢的改进，给自己耐心。写完了，好了，睡觉吧，那我跟宝宝玩个啊。Phoenix 是不是就因为这首歌赢得冠军？咦，躺床上哭了。
不好意思，怎么吹上口哨，太不职业了。这个画皮肤的时候有个涂层，特别喜欢用的是这个变暗涂层哈。为什么呢？比如说你选这个调子，你这么去涂，它只会影响到光面啊。这个就是你在光做亮面的这个细微的叫什么来着？形体变化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到这个涂层。就是它做的话，它就不会影响到你已经有的这个暗调子，这个就最好的。这首歌意思也挺好 ，Pick yourself up， 把你自己捡起来。意思就是说，在你低谷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坚持不下去也好，痛苦也好，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但是最终你都要把自己捡起来。你试想一下你自己失落的时候那种状态，就自己掉落一地，就感觉自己是碎一地，稀碎。但是你终归要把自己捡起来，然后站起来，因为 Legend never die， 因为这个 Legend 是什么来着？传奇永不灭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歌它的意思也挺好，就很喜欢这首。When every one of them's giving up or giving in, tell me, in this house of mine, nothing ever comes without a consequence, of course, tell me, with the stars align, will heaven step in, will it save from our sin, will it, cause this house of mine, staying strong,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leave behind your heart and cast away, just another product of today, right up in the hunter down the brain. Ain't standing on the end face up cause you are natural. I'm feeling hard of stone. You gotta be so cold to make it in this world. Yeah, you are natural. Living your... Will you hold the line? When every one of them is giving up or giving in, tell me, in this house of mine, nothing ever comes without a consequence of cost, tell me, will the stars align? Will heaven step in, will it save us from a sin, will it? Cause this house of mine stands strong.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Leave behind your heart and cast away.
今年的这个，不是今年，就去年的这个冠军的这个 True Damage 真实伤害，你们觉得怎么样？它说唱元素比较重啊，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说唱，更喜欢 KDA 是吧？我尽量再把阿里往一个亚洲的这个人的这个方向去画。其实我也是我也挺喜欢真实伤害的。如果要从这两个当中选，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我甚至会选真伤吧。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个人喜好而已。但是真伤的动画我就没有像 KDA 那么给力。这个部分还挺好听的，因为动画的话还是 Fetish 更牛一些，这个动画是个2D 公司小一点的公司做的。
这个歌太逗了。这首歌好像是历史上英雄联盟里面最受欢迎的世界主题曲，所以他们就选了做去年的这个动画重置了一下，好像是。
找一找这个下面的图层，我们合并一下，不好改了，现在已经这样。关掉，现在一直在蹭。我现在画的这种方式就比较，我们叫比较 organic， 就是organic 就是比较生态，怎么说呢？不对，不能这么翻，生态太奇怪了。有机更不对 ，organic 意思就是说不是很机械式的，就是我现在有时候起稿也是比较这样，因为像我刚才教你们那一套，把线稿先画很细，然后再在上面铺 mask， 然后一点点往上建以前我就那么画，现在我更喜欢就是像一个很快把它合并到一个图层里，然后这样去画，感觉这样画比较就是比较自然一些。这个就像在画油画一样，没有太多的图层合并起来。你看我画画的时候围绕的都是这个 focal point 在先做刻画，而且画一会儿这儿画一会儿那儿，就是你注意画面平衡，而不是说一度放特别大就画脸画眼睛画这些细节的部分，还是要注意一个平衡感，画面的整体性你要来回把握。
今天讲完形，潘老师的语法其实不好，语法不好。我是那种能聊型，就是用多说多讲，不要脸，不是不要脸，脸皮厚。不要脸和脸皮厚两回事儿。就到目前为止，就是交流没有大问题，而且特别聊得来。我是应该算是中国人里能跟老外能挺聊得来的那种。但是尴尬的点是什么？你们知道吧？尴尬的点是我运用挺好的，但是因为长时间不写啊，或者说是写邮件有时候会写一些啊，或者说但都是有限啊，这些东西运用有限。然后尴尬的点就是最后发现阅读不行，阅读和写作不行，然后阅读和写作不行，中文又因为长时间十多年了没写，然后中文也是10多年没写，就发现尬了，你们知道吗？现在就等于说中文也忘的正好到一个节骨眼，就是好多提笔忘字，然后英语又不会写，我就感觉我被架空在了一个很尴尬的区域，一个很尴尬的区域。怎么有种慢摇的感觉？怎么慢摇起来了？画这个 rim lights 这条啊，这条线，这条光，很多我看很多画面都是有很多插画都是一条拉到底，并且强弱没有变化，这个是挺忌讳的事情。就算 rim lights 里面
你也得有调子在里面。这个部分它就是高光部分，它就会比较亮一些。好像这种地方它就会弱一些，而不是一条白白的就拉到底。那样的话就会显得画面，就会比较平，比较卡通。你们有没有一条线拉到底？有是吧？很正常，有很正常。你们要没有，我也觉得哇，都那么高手，这种小秘籍你们都知道。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指琴魔，1、2、3、4、5，对不对？哎，发现了。谢谢提醒啊！完蛋！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说 ，Jason Chen 犯过，所以我不丢人。Jason Chen 给我们画，就是我之前夸过的那个，无论是概念还是插图都画的贼好。我想成为的那个男人，他在给我们做外包的时候，当时他在叫什么来着 ，Massive Black 那个工作室的时候。给我们画的 Miss Fortune 一直都有6个指头，一直没发现，直到最后一天交稿的时候，所有人整天反馈，每天都在反馈，然后直到最后一天快交稿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个同事说，哎，
这是6个指头吗？然后我们全部人恍然大悟啊，逗死了。笔刷，刮刀笔刷没有，这个做的小梳子笔刷，它就像一个梳子一样。其实我还蛮期待说听听你们的抛矿大佬他上的课，我还挺期待的，我也想学。16，咱们再画半个小时啊，再画20分钟吧。20分钟后就开始讲作业，好吧？
叠个色啊，上色有点来不及啊。上色它需要时间比较多，我怕这个一弄 ugly face， 叫 ugly face 就是会有一个很长一段不好看的这么一个时间在。讲作业啊，所以嘛，就是还有我觉得就是讲到11点半啊，我这边的其实还有12分钟，我们就因为12分钟不够叠色，我们就再忍忍吧，要不因为这堂课本来也没有计划要给大家上色的。这个头像作业有点可以分享吗？啊，就是我会传给你们的。PSD 那一人给我个5块钱怎么样？一人5块钱怎么样？看老师是万恶的资本家。Nothing ever comes without a consequence, of course, tell me where the stars align. Where heaven step in, will it save from a sin, will it? Cause this house of mine stands strong. 该死的资本家。Leave behind your heart and cast away. Just another product of today. 超黏。这版本奇奇怪怪的，这个在里面编个小辫儿好像更好看一些，对不对？Your best looks like my worst。你最好的情况跟我最糟糕的情况差不多。哇，太屌了这个歌词。
shattering time. I might just leave you behind. Homie, you stuck on rewind. 这段说唱还挺帅。亚索最后把那个一道风墙把这个大转轮往回吹的那个动画特别帅。这个真商请了不少大牌，真商请了挺多大牌的。它里面不是有个叫 Kiki 的吗？那个就是一个，然后跟那个路易维登合作 ，LV 跟 LV 合作了，然后让很多人就说，人生的第一个 LV 产品竟然是个皮肤，对不对？题目在削脸。约上了已经，同志们，你们这个挺效率的呀。已经约着课后开黑了吗？已经约着课后开黑了。我也想打呀。看有没有本事把阿狸的这个瞳孔削成一个猫的瞳孔。算了，鼻子有点大，不好看。她是亚洲的嘛，亚洲女孩，她鼻子又不想画整容脸。好吧。
突然安静了。Liquify Tool 绝对是最好用的工具之一，液化工具啊，修行啊什么的，你们要不停的用这个东西，简直就是你画电脑绘画里面最大的一个赖皮的地方，不用就可惜了。无论是修透视啊，还是修小的形状，还是各种各样，挺万能的。挺万能的。怎么有奇怪的声音？是歌整停了是吗？小小的网络是不是炸了？这个脸颊这里它有一个固有色，就是血色。红色的话，它在这个黑白里面反应会稍微暗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会用正片叠底在脸颊这里稍微做一个这种固有色样的。包括鼻子啊，它也会稍微暗一点点，鼻头的部分。
然后你们每次做这个黑白对比修改的时候，就是像我刚才这种正片叠底的什么这些图层啊，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尽量都给它对比度不透明度往上调一点，因为细微的这个变化才是关键。你要是一不小心就用猛了，有时候一不小心就用猛了。选英雄的音乐都有，这么给力的吗？这么顶的吗？哎呀，接下来不要讲作业了，同学们，让潘老师打游戏给你们看吧。听着这个，听着好想玩游戏啊！看破不说破还是好朋友，我要看看是说什么呢？小好去打游戏了。鬼。那边有一个光线，我在考虑要不要给这个鼻子加一个光线。这我的助理弃我而去，背叛我，叛逃了，我去打游戏了。合着这根本不是音乐，这个就是小好直接在选英雄了已经。可以。亚洲人的鼻子稍微圆一点，那边还有一个光，因为那边有一个弱光，这边有一个 rim lights， 所以我要在这边也加一个相应的高光。这些东西都是相应的啊，你们做光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整体。好，差不多了，今天这个泛化差不多了，得留点时间讲作业，要不然你们应该告我欺诈性消费。潘老师不是说好了这堂课讲作业吗？为什么不讲作业啊？一直在这里闷着头的话，养嗓子。
不讲也可以，那你得问这些同学乐不乐意啊，对不对？还是得讲的，作业其实还是得讲的。这个来来回回差不多也画了有2、3个小时。画了2、3个小时。后面的尾巴没来得及画。这个其实这个课堂泛画还是不能完全进入最好的那种状态，不能画特别快。但是我觉得这就很正常，因为你不可能随时都发挥得很好。
工作也是这样，你不可能，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说工作，哇，你每天都是大神，你每天都画得很好。就是有的时候你状态不好，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就没那个感觉，都很正常。速度来说吧，就中规中矩吧，不算很快，不算很慢，也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关键也不用太看这个速度，不用太在乎这个东西。你时间久了，熟练了，自然就会快。而有的时候也会快一点，有的时候会慢一点，这都很正常。好，然后给大家表演个绝活儿，本来之后教你们的，今天就弄一下呗。就越画有点停不下手了，不好意思啊，今天又耽误了一些讲作业的时间。后面的这个没来得及画。线稿，线稿，怎么有个线稿在这儿拦路呢？哦，合掉了，阿离就有线稿，阿离这层带有线稿。再完成一下哈，快速的完成一下。绝活还没开始，等一下啊。其实根本这个预设的给你们弄的，说的好像什么好东西似的。
画面这当中都有一些 lost edges，lost 就是丢失的边缘，不要全都很实就不好看了。怎么颜色跟刚才有点不一样了？啊，不对，加，这儿一个，啊，这个歌好听。拳头的这个音乐组真的很厉害，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他们可以把这种所有像电玩啊这种，它一下加进去，但是又有英雄联盟的这个味道在里面。我个人是挺崇拜他们的。就是这个手完成度有点低，那手嘛，不就是要花很长时间？啊，一直说刚才的这个杂技啊，杂技是什么？我试试看，我这个杂技我都不知道合不合适用。绝活，绝活。哎，我好像给你们表演过这个绝活。方老师记性可差，经常做过的事情总是来回捯饬说，其实就是
跟老掉牙的几个东西。绝活呢就是皮肤贴沙子，说过没跟你们？行不行都还不一定。叠加，姆德啊，好，叠加饱和度调到很低，然后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啊，说实话。然后把透明度降低很多很多，透明度降低很多很多，然后再用这个涂抹工具稍微搓揉一下，然后再把眼睛上面的这些擦掉。其实它是一个很感受性上的东西，给你们拿到 PSD 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现在光看我的这个，你们甚至都看不出来啊。但是最后你们能感觉质感就会比较强，因为皮肤它总是有一种很数码的那种感觉。你用软笔刷也之画嘛，其实就跟我之前用的那个这个有点像，这个笔有点像。对，再弄一下，给点材质，正片叠底，对不对？稍微搓揉一下，它就会有一些皮肤的这个质感在里面了。你们拿到 PSD 以后，再细细体会一下不一样的点啊。然后5块钱啊，5块钱。潘大是不是太不是人了？然后我老婆知道我这么干，真收你们钱了，她得给我急，我跟你说。我老婆今天还问我，突然视察工作问我说，你是不是上课要改同学作业？我说是啊。他说你改作业让同学多没面子。我当时想，哇，你这句话有点直击我的灵魂啊，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就给他认认真真的又讲了一遍，我们画画的人是多么怎么吹，你知道吧？是很谦和的，都是想来学习的。我就说你要给他们留点面子，你知道吗？我是知道肯定的，我又不是去干嘛的，我是给你们讲作业啊。你们师娘很逗。给一点点小的这种，让画面会更好看一些啊。
空气中的尘埃画一画。这啊，在做最后的一些修饰了，已经。好，然后给一点杂色吧。我再试试做一点 post。颜色查找，这个里面很多很好玩的，我跟你们说过，有点像照片的一个滤镜的那个感觉。纯看感角。哎，这个还挺好看。调暗一点。这个变暗涂层，变暗涂层给一点点色相啊，在高光处给一点点色相，试试看啊，这个东西不一定。还不错啊，还可以，可以咱们就保留。好，做一点点 post，OK， 完成。打完收工。打完收工，打完收工。也就这样，一个多小时，三个小时，3个多小时，哇，只有半个小时了。哦，不对，还有1个小时，3个小时，还有1个小时，对，OK， 好，存一个啊，咱们存一个。哦，这个音乐很给劲，同学们。
头发。还是做正常的签吧。存一下，存一下。签名一看就练过很多次，哎，是啊，同学们，这个潘老师从你想画了这么多年，每张都签一个的话，练出来了，对不对？能转发微博吗？那我先发微博好不好，同学们？我先发微博，然后你们到时候转发。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同学们咱们来个10分钟休息，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那这个微博下课再发，下课再发。然后课后我会把 PSD 发给你们的，免费的啊，跟你们开玩笑的。是辛苦啦，一直画了2个小时，就中间都没有休息过，然后断断续续的还要讲。谁给？哦，对，提醒一下潘老师，我们今天的作业还没有布置哦。你们会不会想打我？哇，就是我对拜小小所赐，我好好的想特别多的作业给你们。本来都可以这个星期没有作业了，那小小既然提醒了的话，那就多布置一点吧。潘老师，我没有打游戏。对，我是背锅小。太嘻嘻。啊，不要这样。为了你们有很大的进步，潘老师为了验证今天他的示范没有白做那么久，你们要给潘老师表现好，证明你们看了，你们学到了，是吧？我这是给你们表现的机会呢。龙王挺厉害的呀，都有看你的作业，我觉得你画的挺好的呀。哇，就210号有学霸潜质啊！你才有动力嘛！加油加油！
电影变得太快了。你们释怀一下，来点首歌吧。七美帝，你是因为应景点的这首歌吗？难忘今宵，这作业还没有布置呢，你怎么知道难忘今宵？要等潘大来了，然后把这首歌点给潘大吗？潘大5分钟之后回来。这么皮的吗？
来啦来啦，哇，这个歌很欢快。刚才休息的时候，哎，能听到吧？能听到吧？好，看了一下群里，哎，我太高兴了！现在的作业已经变成，嘿嘿，大佬间的互掐，这个就是我最想看到的结局，一个比一个整的猛啊！这个小作业，陈老师真的太高兴了。啊，那我就下了哟。好的，谢谢小小。没有。直大佬的这个作业画的真的太赞了哈，太顶了，看的给力。哎，最让我感动的是，你说其实都挺忙的，还花这么多时间这么认真的做作业，太给力了。今天的时间比较少，我们就快速的改一下。然后上期的作业有很多给力的啊，我改到的部分就有很多给力的，当然别的几个助教改的也特别好。然后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上期的作业是可以下的啊，所有人都可以下的，你们可以看一看。啊，没有没有，我没说改的那个还没发，改的还没发，我说的是其他同学的作业你们下了没？看了没？有没有感受一下来自各位大佬的那个压力？有没有？鱼子大佬的，陈浩的这个也很好，钱同学的，看看小形状画的好不好看？很漂亮啊！你给我改，我不知道改什么，说实话，改了一些些很小的调整。这个冯大佬的这个，你们看看，风格化，有没有？这个石同学每次都是，石成科每次都是做的贼拉好，然后就哎我赶的，我这哎随便赶了一下，随便赶了一下，是不是？真的很棒，真的很棒。这个做作业的态度，说实话，你以后不成大佬，谁成大佬？真的，你这么画下去，你不成大佬，谁成大佬？张万兴啊，我们都是我们，副同学的，这些就稍微弱一点啊。然后我们今天开始讲一下上个星期的作业啊，我们就顺着讲了。然后其实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讲作业规则是这个样子，我再说一下，就是比如说上周我们讲的是 B 组的同学，上课讲 B 组的，可能从1个讲到了7号，1号讲到7号，打个比方哈。然后下次我们就会从7号再往后讲，就最后肯定大家作业都会被抽到那么1次2次。所以都会有讲到。然后这周的话，这个透视的这个作业的话，我们就是课下改 B 组啊，课下改 B 组，就等于说 B 组的每个同学都会被改到啊，都会被改到。周小忠同学啊，周小忠同学0号，我们的0号机，我们的0号机。那这个周同学，我们看一下这个周同学你的搭架子的部分呢，首
首先你怎么给它站在这个角上，就有点难受啊。我一看到这种，就有点难受啊。你给它移到中间，移到中间。然后其次，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先不要太着急用镜头的变化，就是广角镜头或者对广角镜头，就是不要加入太多的近大远小啊。我觉得你暂时可以不要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感觉你还没有太好的掌握这个透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要中规中矩的去把这个角色给画出来啊。你看动作，就是架子的部分，其实搭的就有一点点不稳啊，就有一点点不稳。哎，怎么开始做补形了？这只手就短了，对不对？哦，你看，那这个前腿是踢出来的啊。嗯，怎么这个图层那么大？按照你想给的这个方式啊方向，你得把这个架子先给打稳了，然后给它踩到这个盒子的中间嘛，对不对？踩到盒子的中间。奇怪，复制一下吧。你想要的是不是这样一个效果？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动态选择，它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僵硬，我觉得它这个姿势稍微有一点僵硬啊，因为我们昨天上动态课的那个就是没有一个前后的，就是你看它的腰部是面朝前方，胸部也是面朝前方，对不对？我们全部都等于说是面对一个方向，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让动态显得比较僵硬，对不对？动态比较僵硬。然后其次是什么？其次是留不留这个图层？留着吧。其次是说咱们这个昨天学的这个前后腿啊，如果一条腿是往前做平衡，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这只手其实是靠后的，然后这只手就抬过头顶，这个我总觉得这个姿势有一点点别扭啊，说实话有一点点别扭。就他这么举过头顶的这个姿势啊，可能是我不知道你是这样的这个是吧？啊，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他这个还挺难搞的，高难度姿势。首先他的腿是要往一侧来提，这样的话你才能有这个扭动的状态。你们看，他这个胯骨是很朝那边去的，
好，胸是往这个方向来的，对不对？它是有个扭动的状态，它才好看。他的手是，然后你的胸画的也太大了，有点，就是近大远小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开始还是那句话，不要太过早的加进去。然后它有一个，其实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身体。它是握拳的，而且，对不对？它是一个这样的状态。然后腿，我发现很多同学画腿都是有点后腿嘛，有点老大难啊。记得有一个方式，你一定要把它画穿过去，把整条腿给画出来。就是你甚至要无视你的前面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把后面的一条腿啊给正常的画出来。因为这条腿很容易，后腿很容易就做含糊了。其实画插图的时候也总是这样，就是挺难的这条腿，很多外包都把这个腿画的含糊过去，因为觉得不重要，但其实最后还得改，最后还得改。所以最后的状态应该是个这样的状态啊，应该这样的状态就对了。好吧，那这个同学回去再琢磨琢磨这个透视的部分。它有那只手抬得高的话，其实这边的胸会更高一些，这边的胸会更低一些，这些都是细节，都要把握好。好，那这个作业啊就讲到这里。这个作业的话，更多的是透视和基本功的问题啊，基本功对人体的理解还不是很扎实，所以你看，像这个画的就头就画很大，对不对？头就画很大，然后再加上姿势和动态就会有一点点不稳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在你对姿势和动态不是在对你对基本功还不是很有自信的情况下啊，可以不用加入近大远小的这么一个状态在里面啊，这样来画的话啊，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练习可能更有意义一些。等你整个熟练了，你再开始玩啊，你再开始玩变化，玩镜头啊，我们过2节课就会开始讲镜头。好。哎，正好中在认真听讲，不错啊，不错。1号学员邓瑞啊，咱们的1号学员就那么吓人。
第一个报名的嘛，1号学员是大师兄，太给力了，这个作业做的相当给力啊。我们来看一下，只是这个作业我们得这来扭着来看啊，有点扭啊，架子搭的就很漂亮啊，架子搭的没有什么可讲的，说实话没有什么可讲的。然后这个肌肉呢，选的是一个男性的肌肉，可能你是想把这个结构做得更扎实一些，对吧？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男性就男性啊，只要能理解就可以。可以，我觉得真的同学们都可以好好去下这些优秀作品，可以看一下优秀的作业去看一下，就是其他同学是怎么去处理这种细微的节奏和结构关系。你们看，像肌肉啊、脚踝啊，然后包括这种小的转折线啊，这些东西其实挺难得的，这些东西才是比较难得的。就因为很多时候我看那个下蹲的情况，很多人不喜欢把，或者说是老遗忘把这个脚，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这样的状态，鞋子对不对？它是有个这么一个转折的，这种小的东西其实才看你对细节的把握和你的功底够不够强，对不对？像这种小的东西就会体现在这些转折线上啊，所以很给力啊，很给力，这些肌肉都很不错。看一下这个阿卡丽啊，这个阿卡丽第一眼看上去也是近乎是一个没有什么缺憾的作业了，我觉得已经很给力了。小的这个面部透视这些可以再稍微的处理一下啊，我很喜欢这个你追求的这个感觉啊，只不过像这种 tangent 你可以稍微再切线，你再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这种东西它很抓视野啊，很抓视野，你可以给它稍微的破开一下。然后这只后臂的话稍微有点粗了一点点感觉，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但是具体来说问题不大。小的这种东西，像裤腿啊这种，我觉得你得要找一边是做干净边比较好，就是能比较体现出腿部的这个叫什么结构，然后另外一边你再去玩它的这个衣褶呀这些东西就会稍微好一些，好吧？其他没有太多，其他都是很不错。手部稍微大了一点点啊，这个看起来就渲染出来，这么线稿看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渲染出来可能会略显有点大啊，略显有点大。哎呀，转不了哎，能转得过来，转过来检查一下，认真检查一下，每个作业都认真看一下，可以，里面也没有。稍微可能瘪进去一点点，我觉得这个脸部，所以可能给我一种脸部透视有一点点问题的感觉，但是都是很细微的很细微的事情啊，很小的问题。这种透视啊，给它整理好，就会更好一些。这个作业做的相当好，表扬，这个绝对的表扬。大家向这个同学好好学习，多多学习。右上角退出群聊。
贺长江同学啊，我们来看一下，你找的参考图是有点像是神奇女侠，这不知道是不是神奇女侠，有点像，和一个接近斯巴达武士这样的一个，所以你是想做一个女性武士是吗？女性的武士啊，男性的 ，OK， 缺了一个架子的搭架子的环节，作业里面少了个搭架子的环节。咱们做作业还是要按照这个作业的规范来。你看其他同学都有这个搭架子的过程，对不对？这个就是上完昨天的课，大家已经能看出来问题了吧？这个姿势是不是有点动态？是不是有点不够好看？昨天的课咱们还记得吗？啊，那些关于 contrapposto 肩膀一高一低，对不对？这种东西就是可以用上，对不对？然后除此之外，像身体的这个扭转，比如说上半身是这样的，下半身就是有一个身体的变化，这个就是作业里面缺少的，就没有了。没有变化的话，你的这个作业看起来就会显得比较僵硬，这个姿势就会比较僵硬。看能不能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给你。其实就是 contrapposto 那个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盾牌的透视，对不对？要稍微找一下，可能这样的一个姿势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大概的补一下。设计部分我就先不说，我觉得这个同学还是因为感觉基本功这个部分还是稍微弱一点，所以你还是要把这个人物结构的部分再好好的做一下。头大了一点。就这个都是在一个尽量不去改变你
意图的情况下给你改图啊，就是不想太改变你的初衷，你是想怎么做。这只腿有点太往前了。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姿势。它这个姿势本身的话不好做文章，它就是一个站立的姿势啊，没有太出彩啊。好，那基本上就要沿着这个，咱们沿着这个方向可以再改进一下啊。你如果要是把它的盔甲各方面再穿上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好，那这个作业就先说到这里。你看一下这个傅同学，傅恩泽同学，哇，这个做的很认真啊，这个作业做了那么多，各个角度的啊，这个有点像动画里面的那个人物的转向啊，你这可以直接拿到 production 里面，就是直接拿到比如说动画的一个做动画的人设，这样的话，如果是 3D 动画、3D 模型各方面，就是已经很清晰了啊。无论设计来说，体感还有对整个人的转向嘛，前后左右都已经很清晰，我觉得这个就相当的不错。还有就是动态可以稍微的再给力一点，就昨天我们上完那个课以后，你可以稍微的把动态给再做一做。
比如说一前腿一后腿啊，对不对？站的方式。但是问题没有很大问题啊，没有很大问题。这个稍微有一点，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奇怪。是哪里的问题呢？可能就是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吧，我觉得。啊，它其实就是往外走展的那么一些，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对，刚才这个肋骨这块有一点不清晰，就是因为你的这个用线往前走展了一些，这样的话就会好一些啊，这样的话好像舒服一些了，对不对？对，下面没有太大问题。它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往后倒的这个趋势啊，可能是有一点点没站稳，就包括这个也是有一点点没站稳。但这些都是比较挑刺的说法啊，都是比较挑刺。那好同学嘛，好同学就是精益求精，对不对？我们就是要挑刺。对，其他的话我看看啊，其他的话都没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就是透视可以再稍微再追求的大一些啊，透视再大一些。我觉得你完全有能力去做更大的透视或者更有挑战的透视，这个是你自己的，嗯，这个是你自己画的图吗？这个是你自己的图吗？还是谁的？啊，是你自己的图。啊，可以可以，很好。觉得这个小女孩还挺有意思的，有点想看到把它做成一部动画的这么一个状态，挺好看，很可爱。好，那就点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些作业做的其实挺不错，那我们就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继续努力啊，很不错。好，这个是做的 TB 的一个角色，来看一下。你看啊 ，TB 的这个，他这个细微的表演就是很给力。细微表演是 TB 的拿手好戏，这些东西你不能给忘了，你知道吧？这样吧，它是一个朝这个方向的，这个腿朝这两个方向啊，它是有一个变化，上升这个方向，对不对？然后头这个方向，肩膀也有微微的一点啊上和下的感觉，这些东西才是动态当中的灵魂啊。我们如果是作为站姿，特别是站姿的情况下，这种东西一定要做的很到位啊，一定要做的很到位，因为站姿本来就已经
已经是怎么说呢？已经很局限了，对不对？你就已经很局限，你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没有动作的这么一个状态下。但是一个人站和每个人站的方式其实都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越是站姿，我们又要把这些东西给捕捉住了啊。就像你的这个就稍微就又僵硬了一些。当然，这个课我们在讲这个课的时候还没讲动态嘛，你们也没法去更好的理解这个动态。那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样，我试试。看你是要的什么状态。咱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上身往那个方向的一个扭曲啊旋转，对不对？咱们是不是可以那么做？然后下半身呢再往这个手是在干什么？对不对？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些性格和态度在里面，同样是站。然后，你看你这个是正脸啊，正脸，它没有透视在里面，但是你看盒子给的是一个向下的盒子，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它是在看着摄像机是吗？啊，抬着头看摄像机。那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练一下，就是跟着透视来走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奇怪，它总是这个 Photoshop 有时候会把我踢到很远的地方，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稍微给一个角度，对不对？转过来一点，下身。不好意思把你的这个画成钢铁直男，但是这个不要紧啊，就是告诉你动态和这个和透视你得要这么去考虑，可以这么去优化啊。手也是你要往上看的一个状态，对不对？从上往下看的状态。好，那这个作业就讲到这里啊。还没有这个意识啊，没关系，慢慢来嘛。我们就是做一个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些提升和新的这个收获，对不对？然后知道自己以后在做艺术选择的时候有哪些更多的方案可以供自己选择。这就是大佬和比如说新手之间的区别，也不用新手了，就是画过，你们都不是新手了，就是大佬和你们画的比较还没有到大佬之间的区别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大佬在还是我强调那个 toolbox， 越有经验的这些画师，你们看这些作业做的特别好的这些艺术家，他们都是有相当多的工具啊，在自己的工具箱里面我们叫工具箱。哪些工具箱？就是我昨天，比如说关于动态，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些，就是你们的工具箱；关于透视，就是处理透视的工具箱，对不对？当你的每一个这些工具箱都装满了东西，并且你都用实战来演练过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画出来的东西很自然，你就不会再画出比较僵硬的动态，因为你看了你自己都会觉得不舒服，就你自己看了会觉得哪里有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长期工作的一个过程。这个应该是黄同学的第一个作业吧，应该是你的第一个作业是吧？第一个作业不是我改，然后你就继续把它画到这个里面，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角度，我觉得。最后的效果来说，我感觉透视有点不够，稍稍的有点不够，
稍稍的有点不够。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补形，你看你的这个作业里面就有一个对动态的比较好的理解啊，虽然还不到位，但是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但是一到这个带角度的里面就弱了很多，就弱了很多。首先你这个头它一开始就是带有角度的，对不对？你看这个头一歪，它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状态在里面。然后上一堂课，你会发现所有都是面对正面，对不对？这些就是你的一个可以再稍微调整的地方。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动态。还是有点别扭，说实话。这个姿势站的，就是你自己表演的话，你也不会这么站，对不对？看一眼。再想看怎么去调整这个姿势。还是有点不舒服，怪怪的，说不出来。但可能会稍好一点吧，根据这个方案做的话。嗯，看，我太菜了，没事，不是说你菜啊，就是说你还有很多要学的，的确是，但是就是慢慢来。
画长了身子。画的有点长。就是要慢慢的画嘛，你才能找到你和别的大大之间的区别，对不对？别的同学作业做的比较好的，你要看得出你们之间的差距和知道自己哪里还比较薄弱，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工具箱，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全面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这个姿势感觉还是有点别扭啊，不是很舒服。好，那这个设计我就不先说了，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个基本功啊，人体基本基础，先是重中之重，等把这部分熟悉了，咱们再去把着装包上去，然后再说剩下的部分，好吧？哦，已经到时间了，咱们最后再讲一个，好吧？最后再讲一个。先讲1、2、3、4、5、6、7，也是讲了7个同学。这个同学没有认真听作业要求哎，家父同学，沈家父同学，你的盒子嘞？你没有盒子，潘老师怎么帮你看？送花，太可爱了，送了朵花。哦，对，你没有盒子，我不知道你这个具体要做的，感觉你是做了一个要从下往上看的这么一个角度，但是你的下半身又是正面面对观众的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对，在到时候做的时候再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说实话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到这里就出现问题了。我在想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更大一点的透视，我甚至在想大胆一点。手部也可以有变化，一高一低一点感觉，
然后这个就可以用到我们昨天说的打断，对不对？稍微把手往下折一点，做一个伸懒腰的姿势。这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动态，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不对？还有这个角色。照着你的照猫画虎。比较长的一个衣服。透视有点太大了，把透视做的都有点大，不过没关系。夸张一点。对不对？它是像阿里一样的有9尾吗？那你的这些尾巴可不可以打开一点做的，不要把它缠在一起，这样可能会比较好看一些。
对不对？这些就是比较好看的一些构图和动态在里面。那边的头发应该藏在后面了。这样的动态啊，就舒服很多了。当然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说你身子上半身也是朝这个方向，对不对？胯骨也是朝这个方向。同样的，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一套理论呢。而且说实话，身体有点长，这个部分有点长，那长怎么办？就修正一下，修正一下。好吧 ，OK， 今天差不多了，作业就差不多讲到这里，好吧？我知道可能没改太多的同学，但是其实没有被改到的同学可以稍微从别的同学的这些修改方案当中能大概知道潘老师要改的点和想法都是什么，因为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真的就是非要说哎我的那一张怎么改，对不对？当然能改到最好，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嘛，我们时间有限，那就是你们要从已有的这些方案当中去看潘老师改的时候到底是注意哪些东西，透视不对了我们怎么修正动态不够好了我们怎么优化，对不对？这些才是最关键的点，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我们改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然后以后的话也会慢慢的改，也会轮到你的作业，对不对？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看我们到时候再具体来看。好今天也辛苦同学们了这个潘老师今天嗓子不太好，所以讲的有点少，讲话少了些然后你们也没有睡着，估计也睡着了，我也不知道，但是还是也谢谢大家比较体谅今天的体谅，谢谢大家体谅。然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回答2个问题，然后就其他同学如果没有问题的就可以下课了。作业，哇，不能下课，回来，同学们回来。作业我为什么没讲？是因为因为那个小太逗。作业就是我们画一个头像画一个头像就是黑白的就可以，不用上色有时间的同学，如果你真想上色，也可以上色但是就根据今天老师讲的这个面部讲的面部这个部分，给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角色，你可以是做同人或者做自己的原创也好然后你把参考图，你的参考图你原创，如果你原创自己的没有参考图，如果直接自己一边画就把头像画出来也可以，不用参考图也行，但是你就比如照片参考你都把它放在这个里面，然后角色如果是同人你就把那个角色也放在这个里面，然后来画一张头像，好吧？画一张头像，然后具体的操作或者具体的这个规格跟潘老师今天做 demo 示范的这个差不太多，就是这个规格就行了，可以不用画背景，你要不想画背景就把背景画一个渐变就可以了然后就没有别的了，就是今天的作业就是很 straightforward。
对，如果你放参考，像 UFO 说的，就是你尽量把你的参考图画画的时候尽量找一个参考图，把参考图就算照片的话也给它放在这边。到时候我做上课修改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课下老师帮忙修改的时候，也好根据你放的这个参考图来加以修改。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方向，对不对？不知道你是按照什么个规格来画的，我们也不好在你的这个方向上做更多的修改。潘大齐刘海怎么分组画？什么叫我想想齐刘海怎么分组画？以后给我们示范叠色吗？会，有的，不着急啊。等一下，我先想一下这个齐刘海怎么分组。你说的是这种，比如说这种齐刘海怎么分组吗？如果是这种的话，我也不好说，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你的问题比较好。就是你的分组一定要有大有小啊，不要平均啊，这个是比较平均的，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画面的杀手，就是你把东西给做平均了，你分组的这个总体的依照就是说3期分组嘛，就是之前我也跟你们说过，对不对？3期分组，三七分组就是有大有小，然后小的地方可以很细，对不对？这样画出来可能就会比较齐刘海，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3期分组，然后这个是静态的，一般来说齐刘海最好看的状态是你把它飘起来啊，特别喜欢这种齐刘海飘起来的状态，对不对？齐刘海就是有这种好处，就可以飘起来，它看起来比较给力一些啊。好，潘老师之后的 color 和 render 会接着画那张阿狸吗？希望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我本来没有这个计划，因为今天这个阿狸也是随便你们说的我就画了，对吧？如果真想看的话，以后比如加课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或者我直接画头像那一堂课，我就可以用阿狸这个来继续深入，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其实是可以的，这个提议比较好。李钟奇，你还没被 ACCD 虐够吗？还要加课，一听到加课还能嗨。哇，你们现在这个学生，现在的同学学习情绪都好高涨啊！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哪个老师要加堂课，我简直就觉得这就是，就觉得你这个老师脑子没毛病吧？你没事吧？好，这个，这事后会有2堂啊，就是2堂头像课，我不是那个课表里面一个男头像一个女头像，那个就是有颜色的。我可以考虑，比如说女头像，我就接着把这个完整到一个比较高精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可以，我们都可以啊，比较随意，这个我们比较随意。好，今天的话，
作业也布置了，然后明天我和 UFO 规整一下，把作业发回给大家，就差不多了。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吧，然后也是3个半小时了，潘老师嗓子也是有点受不溜了，我们就都休息吧，好吧。今天的课讲的比较少，然后这个我们的叫什么来着？学习课代表应该也轻松一些。是，这边已经1点半了晚上，所以潘老师也要休息啦。好啦，很开心跟同学们又度过了这么一个愉快的周末。你们该打游戏，该玩，该开心，该吃，毕竟国内现在解禁了，然后你们就好好的嗨一嗨，替潘老师把我能嗨不了的给我嗨回来。好的，行，然后我发那个阿里，你们帮我转发哦。好，晚安，同学们晚安，下周见，拜拜，啵啵。